如果你是哈利波特迷，肯定也想过推着行李来到9又3/4站台，坐上列车前往星驰神往的魔法学校。小时候看哈利波特的时候还不懂得欣赏古建筑，现在看来英国古老神秘的庄园也很值得让人回味呢。然而据说在上个世纪有一座英国庄园出现了异常情况，而这些异常情况并不只是超自然现象这么简单。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庄园，里面竟然是无止境的人体实验，并且当工作人员找到它的时候已经是一片狼藉了，多处异常数据被删除。那么这座庄园有何神秘之处？本片开始为重启系列，会不定期的更新，且看且珍惜，别忘了3连支持一下，重点是收藏和转发，还请各位给我继续下去的勇气。那下面就让我们来探一探究竟。这座英国庄园大约始于1890年，从外观来看与普通的庄园没有什么区别，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树林，只不过它有着一个神秘且非常巨大的地下室。之前之所以不被报道，是因为在1941年的11月，有人发现这座庄园曾经被一团雾气笼罩，随即就突然消失了，包括地下室。就这样消失了11天之后，雾气逐渐退散，庄园才得以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。话说这是什么消失术？还是当时的人们都看花眼了呢？下面我们就先来简单认识一下这座庄园的构造。这是一栋2层住宅，共有12个卧室、4个浴室、3个书房，外加门厅、图书馆、厨房和地下室各一处。让人吃惊的是，这么多房间的内部都被改造成为了类似宿舍、军营的构造。这么描述，大家有没有联想到什么？我第一反应就是传销窝点，再不济就是邪教聚集地，反正都不是什么好地方。接着我们来看看这个神秘的地下室。根据潜入过地下室的人报道，地下室是用混凝土、铁和黄铜建造而成的，还包括了一些未知的材料。最重要的是，地下室的布局根本就不合逻辑。例如门口有明显的裂缝，整个地下室已经被严重破坏，部分墙体已经塌陷，到处都是不知名的灰色砂岩，一整个看上去就是破破烂烂的地方。除此之外，地下室的机器也都贴着危险物品的字样，千万不能乱动，比如蒸汽管、活塞、冷却剂、移动机械装置等等。按照道理，危险机器都要配备专业的安全装置，但这些机器上面却只有一个类似于喷嘴一样的东西。可别小看它，喷嘴上面的黑色粘液才是至关重要的，因为经过检测，这些物质可以作为冷凝剂和润滑剂，但同时也会对某种有机材料产生腐蚀性。看到这里，是不是感觉这是上世纪某个神秘恐怖的实验室？没错，在地下室中的房间里面，确实还关押着大量的类人实验者，足足有57个，其中还有7名是前工作人员。那么，实验的目的是什么？消失11天又是为何呢？这57名类人实体，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他们的话，那就是似人非人。他们被通过了一种未知的方法，植入了粗糙的机械以进行增强，每个个体的增强都是特异的，它们之间几乎没有一致性，但大多数都是金属牙齿和爪状突出物，使它们具有致命的近距离作战能力。其他的增强包括被随意移植到受术者骨头上的铁螺丝，对受术者脊柱的高强度加固，以及用假肢替代一个或多个器官。然而他们就像丧尸一样，没有任何自我意识，行为活动就像是恶犬，但是他们竟然懂得拉帮结派，比如2、3人一组，增强防御能力。如果有人类入侵，他们就会进行捕食，而指挥他们的人正是这座庄园的神秘力量。一旦有入侵的危险，庄园内所有的设施都会发出尖锐的金属声音，可疑人员会迅速撤离，等待下一步指令。那么他们是如何获得力量的呢？据说后来调查人员在地下室发现了一本书和一个留声机，书中写着一串类似于诅咒的符文。调查人员打开留声机后发现，里面录的内容就像是咒语，只要听见这声音，这些类人实体就像是吸收了满满的能量。总之，这听上去就是个非常邪恶的东西，也没人能够听得懂诅咒的意思。这些类人实体就像是一具具傀儡，被神秘力量所操控。本来这座庄园就历史悠久，可没想到竟然是类似于科幻片的桥段。这么看来，这些很有可能是某个人体实验的产物。那么，这到底是谁干的呢？根据调查人员的报道，这座庄园一直住着菲克一家人。菲克参加过第1次世界大战，在战争当中，他经常会做一个噩梦。他说道，在梦里，我看到一条巨大的铁蠕虫，长着龙一样的下颚，它能够吞噬欧洲的原野。虽然没有牙齿，但大量的磨血齿轮能够将血肉与岩石磨成浆。它的声音是炮火坠落发出来的怒吼，吐息是芥子气的剧毒。该死的灵魂被喷入如烟的无心天空，消失在一片冰冷漠然的虚空中。
后来菲克因负伤严重而被转移到伦敦医院治疗。噩梦醒来，菲克发现自己在医院，虽然远离了战场，但他不敢忘记这个噩梦。然而战争带给他的苦难并不只局限于身体上的，见识到了人性的野蛮与血腥之后，菲克的心理也产生了巨变，他开始深陷虚无主义，完全放弃追求幸福的生活。然而铁蠕虫的梦境在菲克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，他很害怕，觉得铁蠕虫就埋伏在地底下，他必须要用自己的方式终结这场噩梦。为此，菲克决定进行一项伟大的改造计划，而自己家的庄园是唯一可以掩人耳目的地方。通过精确的测量与计算，菲克决定在地下室制作一个巨大的陷阱，囚禁住铁蠕虫。于是他马不停蹄地招募了50到100名左右的工人，拥有着非常不错的日薪，所以他并不会缺人手，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。他们先是把所有的房间都改造成了宿舍，不然根本住不下。紧接着他们不断地向下挖掘、加固、设置管道。平时菲克也会与工人们交谈经济大萧条，灌输一些虚无主义的思想。然而噩梦变了，菲克梦到铁蠕虫会以脆弱的人类灵魂为食，战场上的士兵、监狱里面的囚犯、关押在集中营的俘虏、柔弱的女子和孩子，由于这些人的灵魂太过于脆弱，所以无法逃脱被铁蠕虫吞噬的命运。菲克开始感到害怕，他担心起了自己的孩子，无法接受孩子在绝望中哭泣、呼唤父母的画面。他发誓要制造一个毁灭铁蠕虫的武器，哪怕是施加了撒旦的魔法，他也在所不惜。果然，菲克的梦想成真。他在管道当中释放了人血的味道，以此来吸引铁蠕虫。很快他上钩了，但是虽然铁蠕虫被困住，但也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，因为他只要在地底下发出尖叫声，就会引起战争，枪林弹雨又会落向伦敦，世界即将被毁灭。而此时此刻，这些工人们的心态也变得越发不稳固，他们开始害怕，不敢相信这会引发这么大规模的战争，而且他们也开始慢慢的不信任菲克，甚至在质疑这到底是在做好事，还是在毁灭地球呢？然而此时的菲克却越来越极端了，妻子为了反抗他所作所为而绝食，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，俨然像是个邪教头目，整天研究人体实验，把工人们逐渐打造成为了作战傀儡。他还给他们洗脑，任何追随他的人都可以上天堂，反之那些不愿意跟随他的人，菲克表示很怜悯，与其他们被残酷的敌人杀死，还不如自己送他们上路，避免痛苦。最后几乎疯狂的他拉动了地下室所有机器的开关，菲克想要解放这个世界，然而烟雾久久不肯飘散，最后只留下了地下室的几个傀儡。这也是为什么这座庄园会消失11天的原因。战争给菲克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，甚至扭曲了他的心理。他急于制造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，作为避风港，没想到把自己给彻底逼疯了，走上了一条极端的道路。噩梦里面的铁蠕虫究竟是什么？我想应该就是战争的代名词。菲克虽然在战争当中活了下来，却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心理创伤，而这几乎是无法治愈的。可怜了这么多无辜的生命。看完这个故事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心里一紧？没想到一个人竟然如此疯狂。当人间充满了暴行和杀戮，人类又要如何独善其身呢？通通都会被卷入这场炮火连天的地狱，或丧命，或发狂。一座庄园的神秘消失，只是战争的一个缩影。当人类再次陷入野蛮非人的残暴统治，这又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菲克是战争的受害者，也是十恶不赦的统治者。他充满了矛盾，虽然渴望解脱，却又将自己和他人推向地狱，彻底丧失了理智。个人觉得本期的蠕虫之物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电影题材，可以让观众思考人性与战争。看完还是请各位数据删除一下，不过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转发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看完这座神秘庄园的故事，你们有没有被震惊到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那如果各位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也别忘了关注一下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